你知道吗？大家都说上银不是传统的黑手传产，但在这场深度解析中，我们必须直球面对市场上最狠、最致命的质疑。很多聪明的散户都在问：就算你卖再多的滑轨、马达，做到了全球第2大线性传动大厂，难道不还是个代工零组件厂吗？毕竟现在的发牌权看起来全握在半导体设备厂和美商 AI 巨头手里。Highwind 难道只能永远向下游代工内卷吗？如果你还是用传统零组件的视角来看这家公司，那就完全误判局势了。今天我们不谈虚无缥缈的愿景，我们直接摊开2026年第一季最新法说会的硬核数据，来一场深度的承诺查核，看看他们到底怎么透过底层技术打赢这场硬体的非对称战争。大家第一时间的直觉肯定是现在 AI 软体巨头才掌握着最高话语权，对吧？但现实的商业逻辑其实很残酷，你在强大的 AI 演算法如果不依赖实体的传动跟高阶电控，在物理世界里根本寸步难行。Highwind 集团现在打的算盘完全不是去跟软体巨头抢地盘，而是要在硬体世界里做到一件事：没有我的机电整合，你的 AI 软体和系统就绝对落不了地。这就是从被动卖零件到主动提供以战式系统方案的本质大跨越。好，那么今天的解析我们会快速带大家看穿5个核心维度：第一，系统定义权之争；第二，第一季的营运杠杆爆发；第三，尖端科技怎么对决全球巨头；第四，直接来场承诺查核与极端压力测试；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个最核心的投资总结。我们先从第一单元看起 ，Highwind 集团到底怎么定义他们自己的系统？切入细节前，早分析师必须先帮大家厘清一个超级常见的市场盲点。很多人以为上银2049跟大银维系统4576这2家会往内互打，其实根本不会啊。他们在法律上是各自独立的关系企业，绝对不是母子公司。他们是共享 Highwind 这个品牌，在做极度互补的战略协作。你看，上银负责机的核心，提供可以承受重载的滑轨跟减速机，而大银呢，注入电的灵魂，提供超精准的马达跟控制器。当别的对手还在到处东拼西凑找零件的时候， Highwind 已经直接把底层机构到高阶电控，整个深度绑定在一起了。这种一体化的能力有多狂？我们直接看实际。他们联手拿下了日本丰田汽车生产线的伺服控制系统，现在还成功跨进了半导体前端制程，甚至 AI 物流系统。这代表什么意义？这表示透过垂直整合，他们正一步步剥夺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你想买我的机构件，不好意思，你就得配我的电控。这是一种转换成本超级高的经济锁定。毕竟没有这套物理执行力，云端里那些再高端的 AI 永远就只是一堆程式码而已。接着我们进入第2单元，来看看他们2026年第一季的营运杠杆是怎么爆发的。说故事谁都会，但资本市场是非常冷酷的，我们只相信数据。带大家看一个2026年第一季合并财报里超猛的数字 39%， 这是大银威系统的毛利率比起去年同期一口气飙升了 3.2%。 背后的核心动能是什么？就是他们那个超高毛利的微米与奈米级定位系统，也就是 Stage 产品，营收占比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了一半，来到 51%。 这代表他们结结实实的卡位了 CoWoS 先进封装还有硅光子检测带来的结构性大红利。我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正的营运杠杆。你看大银微系统第一季的营收年增率是 45%， 听起来不错对吧？但在高阶产品发威，加上产能利用率拉高，固定成本被大幅稀释的状况下，营业净利竟然急增了 202%， 反映到每股盈余 EPS 上，直接从去年同期的 0.44 元翻倍狂飙 118%， 来到 0.96 元。这个获利成长的速度是完完全全斩压营收增速的。那负责机的上银科技呢，表现同样超级硬核，第一季营收 63.79 亿，年增 9%， 最关键的毛利率靠着加动率提高跟一点点人民币升值的助攻，强势回血到 31.9%。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全球基础建设跟 AI 伺服器一直扩产，那种大规格滚珠螺杆的订单彻底塞爆，交期已经拉长到要等 4.5 到5个月才拿得到货。同时高附加价值的机器人营收占比也顺利拉升到了 12%。 这2大事业体真的确实走出了谷底。既然走出谷底，我们马上进入第3单元，看看他们的尖端科技怎么跟全球巨头对决。大家一定会好奇，一个台湾厂凭什么在奈米战场上弯道超车日本的百年霸主啊？答案就在于他们克服了极限的物理难点。在先进封装里面，最痛的硬伤就是晶圆翘曲和对位误差。大银直接生出一个多维度定位平台 MCT， 用4个自由度来及时补偿误差。更夸张的是，在最前沿的 CPU 检测上，大银的高阶 Stage 搭配了 20kHz 的极高频驱动器，硬生生把每一轴的控制抖动压低在5奈米之内。5奈米是什么概念？那可是不到你一根头发直径的1/1000啊！
而且这套超狂设备在2026年4月已经进入实质出货阶段了。讲到这 ，AI 人形机器人的话题怎么能漏掉？市场上炒作题材的很多，但上银看的是最底层的硬核材料。他们预计在2026年正式推出长期被欧美垄断的形式式滚珠螺杆。这玩意跟传统的滚珠螺杆不一样，它不用钢珠，而是用螺柱去扛下极端的重载跟冲击。这是未来全面取代传统油压系统，让人形机器人关节实现全电动伺服控制的绝对关键零件。这其实就是一场不对称战争。日本跟欧洲的百年巨头啊，在材料工艺和品牌信仰上真的强，这没话说。但他们的致命伤是机械跟电控通常是不同公司，跨界整合有够慢。反观 Highwing， 这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上银养了200-300人的团队，生产设备100% 自制，成本硬是比国外少一半，抗日元贬值的能力超强。大银更是展现狼性，宣布 Stage 产能分2阶段，各扩充30%。不过客观来说，欧洲传统汽车跟重工业现在需求还是偏弱，这也是上银在欧洲品牌渗透率复苏比较慢的硬伤，是未来必须突破的难点。好，看完优势与劣势，进入第4单元，我们来做个残酷的承诺查核与压力测试。身为冷静的投资人，我们必须对经营阶层开过的支票来对账，来逐一检查。上银说毛利率要重回30%，达标了；资本支出缩减也达标了；大银预告的半导体跟 AI 爆发，直接用翻倍的获利兑现，一样达标。唯一为伏地言的是跟美商 Dexternity 合作的物流机器人，目前大概还在20到30台的小批量测试阶段，营收贡献稍微往后推了一点。不过团队倒是很务实，他们直白地说，这种专用型的 AI 机器人绝对会比通用型的人形机器人还要早落地。如果你财报翻得够仔细，一定会发现一个看起来超矛盾的地方。上银这边打砍资本支出，说100亿建厂告一段落，宁可靠加班赶工来消化订单。但另一边的大银却跟疯了一样扩张，宣告 Stage 产能上半年扩30%，下半年再扩30%。这矛盾吗？完全不。这其实是因为不同事业体的周期阶段不一样。上银的全球产能已经建制完毕，现在是优化期，而大银正属在疯狂卡位 AI 跟先进封装急单的爆发期。这两个步调其实完美契合了集团往高阶系统转型的战略。第二个矛盾更有趣了。现在全球工具机终端消费明明还是偏弱的，上演居然在3月底逆势启动了7%到15%的涨价，哪来的底气？这其实就证明了他们在中高阶产品拥有真正的定价权，他们没有盲目乱涨，而是因地制宜，还靠着自制设备吸收了部分成本。重点是因为那些大规模产品交期长达3到4个月，所以这波涨价的惊人红利，你要等到第2季末跟第3季才会实质灌进财报里。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等等，眼尖的投资人看第1季财报时，肯定会被会计师的这4个字吓到，保留结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毛毛的？难道这背后有什么做假账或是隐藏的财务黑洞吗？来，老分析师立刻帮你专业辟谣。这完全不是账务有问题，它单纯就只是国际会计准则 IAS34 其中合约的一个常规行政程序。因为他们有一些海外的子公司规模真的太小了，只占上银 12%， 大银 18%， 所以第1季就没有特别委托当地会计师去合约，这丝毫不影响2025全年度无保留意见的真实性。你不放心的话，去看看流动资产，上银手上可是紧紧握着高达80.6亿新台币的现金啊，存货叠加损失的计提也非常稳健，资产负债表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好了，经过前面这么扎实的分析，我们进入第5单元最终的投资总结。经过了从底层物理技术到财务极端压力测试的层层解剖，最核心的结论就只有一个：海文集团已经强势跨越了盈亏平衡点，就是 BEP。就算大银拼命扩产，增加了折旧，但因为那些高单价的 Stage 设备订单早就满载，再加上上银第3季的涨价红利一入账，强大的营运杠杆就全面启动了。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接下来从 AI 跟半导体先进封装涌入的每一块钱新营收，在扣掉已经被稀释的固定成本后，都会高比例的直接转化成净利润。当产能利用率拉满，机电整合的护城河发挥排他性效应的时候，这早就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只会做传统滑轨的上银了。所以这就留下了一个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也是各位聪明投资人要去思考的：现在的资本市场究竟还在用景气循环传统机械厂的旧眼光在给它定价，还是说市场其实根本还没发现，这是一只已经彻底脱胎换骨、直攻 AI 与半导体核心的硬体生态系巨头呢？这个认知落差，或许就是今年最值得你深思的绝佳机会了。